短短几秒钟，电话那头的史蒂夫已经在心里骂光了他掌握的所有脏话。该死的叶晨，他妈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个王八蛋，真把我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当成生瓜蛋子了吗？还什么给我个机会，我不中用？你他妈凭什么这么狂？当我他妈是你身边一条狗吗？你把赌注压在我父亲身上又怎么样？我他妈怕你啊！想到这里，史蒂夫心中忽然一沉，心中暗忖：操，还真他妈怕！要是将来让老爷子主持我的葬礼，我这辈子活得算什么？此时此刻的史蒂夫，内心深处是前所未有的绝望。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背景，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情感就是不够丰富的。与绝大多数人不同，他5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几乎从未体会过艰难、困苦、悲痛与绝望。就像俗话说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也像中世纪欧洲那些享有出夜权的领主们，永远体会不到一个光棍汉在夜半床沿边上一个人蹭来蹭去的痛苦煎熬。以前的他哪有过绝望的感觉？可是现在这种绝望，清晰的仿佛是一刀刀刻在了他的心头和骨子里。此刻的史蒂夫真觉得自己就像是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类。虽然自己已经在人类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魔鬼面前，自己连魔鬼身边的一条地狱犬都不如。10年契约一到，魔鬼随时可以取走自己的一切，而眼下叶晨就是那个他完全无法抗衡的魔鬼。倒不是叶晨的综合实力真的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强多少，关键就在于他在自己和父亲中间完美的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父亲要依赖他活命，只要他的要求不是极其苛刻，父亲绝不会对他有任何忤逆。自己有把柄在他手里，他往前进一步，能用曝光自己掩护四方宝状出纽约的事情，让父亲废掉自己，而往后退一步，又能通过帮父亲不断续命，让自己在太子的位子上一直做到死。自己该怎么破局呢？杀了叶晨？不可能的，这家伙个人实力强如鬼魅，之前在周家庄园，他有1万次机会能干掉自己，这种情况下，自己拿什么跟他硬刚？史蒂夫左思右想，都觉得叶晨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无解的存在。他像极了在游戏里卡 bug 的法师，他可以卡住这个 bug 点不断的远程释放技能，只要他卡住这个 bug， 无论多少怪物，甚至最大的 boss 都无法触及他分毫。绝望至极的史蒂夫只能像灰孙子似的毕恭毕敬道：叶先生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把握机会，您外公一家留在美国的产业，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好，所有收益一定不会低于您的预期。叶晨听到他如此表态，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淡淡道：那我就看你表现了。说罢，叶晨便直接挂断了电话。安家父子3人听完叶晨与史蒂夫的对话，一个个都有些回不过神来。片刻后，还是安启山开口道：晨儿，其实那些资产倒也无所谓了，实在不行也可以折价出售，也算是一了百了。史蒂夫这个人性格嚣张跋扈，惹急了他，说不定哪天会给你带来麻烦。叶晨摇摇头：外公，史蒂夫有把柄在我手上，而且还有求于我，只是他摆不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总想反水。越是这样的人，就越要打压他，折磨他，耗尽他过多的尊严和优越感，他才能老实。说着，叶晨又道：这件事反倒是一个打磨他的好机会。安启山点了点头，又道：陈志明和那个钟永博的尸骸是霍华德派人清理的，我觉得他们将来有可能会被破清会盯上，到时候他们会不会通过这件事查到你的头上？还有你让北欧女皇卖给霍华德的丹药，会不会有什么风声传出去，被破清会知晓？叶晨道：陈志明的事情我不确定，但四方宝状的事情肯定会让吴飞燕关注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我倒是觉得吴飞燕不会轻举妄动，大概率还是会像他在安家的布局一样，安排一些书生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说着，叶晨又道：目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我存在的只有史蒂夫和他儿子，
而知道霍华德服下丹药痊愈的，也只有霍华德以及史蒂夫父子，还有几名医生。不过霍华德一定会封锁这个消息，外界根本都不知道他中过风，就更不用提丹药的事情了。说到这里，叶晨微微一顿，继续道，无论是我的存在，还是丹药的存在，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算得上是最核心层的机密信息。霍青会想知道这些讯息，就必须先完成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层层渗透，一时半会恐怕还完成不了。这倒是，安启山点头道，陈志民和董丽琴，至少在你小姨和三舅身边出现了几年，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之后，我才允许他们进入安家。叶晨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开口道，所以短时间内霍青会不可能知道我的存在，而我也不需要隐藏很长时间，3年，最多3年。3年内我要让霍青会的实力缩水至少70%，到那个时候，霍青会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什么威胁了。叶晨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与吴飞燕不仅隔着一个泥丸宫，而且还隔着上百年的道行。自己如果想手刃他，如果没有天大的机缘，恐怕几十年后也未必能实现。悲观点看，说不定到吴飞燕500年寿终正寝的那天，自己依旧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叶晨现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意识到对付吴飞燕应该将看待问题的高度提到全局，要从全局着手，而非仅仅关注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吴飞燕虽然实力很强，但也依旧还是人而不是神。他之所以能够几十年不出破青会的基地，却还能不断扩大破青会的实力，靠的几乎都是破青会的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充自己的综合实力，麾下可能有数万甚至数十万死士与骁骑卫，这才是破青会真正恐怖的地方。所以叶晨觉得，只要自己能把破青会的五军都督府打掉3个以上，把那些死士和骁骑卫解救出来，吴飞燕就会失去左膀右臂。若是自己能把这些死士和骁骑卫消化掉，说不定将来能直接将破青会基地之外的所有势力全部铲除。若真是到了那天，他吴飞燕就只能龟缩在南极洲那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东山再起。